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欢迎收看《侃侃养生》。我们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在于晨。可以说早上是养生的好时候。那中老年人如果早上能做一些养生操，对健康长寿是有帮助的。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动作。大家早上醒来呢，先别着急起床，可以躺在床上做一下拉伸动作。首先平躺在床上，双腿弯曲抬起，双手向上伸直，然后双腿和双手同时的落下，双腿保持伸直，双手则向头顶处伸直，这样拉伸身体，坚持5秒，反复的练习3到5分钟。这个动作可以舒筋活血、疏通经络、畅通气血，还能够促进血液循环。每天早上坚持做一做，可以提高免疫力，延缓衰老，有利于身体健康哦。那中老年人养生啊，还要多注意饮食和生活习惯，没事多做做有氧运动，比如散步、太极拳等。或者多吃一些养生的食物，建议大家可以用桑叶泡水喝。桑叶药用价值很高，其中含有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，有清肺润燥、减肥清脂、延缓衰老等功效。没事喝一点，能帮助降三高，对身体健康大有。现在我们会发现，马路边、田野里到处都是蒲公英。蒲公英呢，又叫婆婆丁，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都很高，被称为药草皇后。如果每天坚持用蒲公英泡水喝，身体3个地方会变好。1. 肝脏变好，蒲公英可以入肝经，有清热解毒、排肝毒、降肝火的作用，所以常用它泡水喝，可以帮助养肝护肝。2. 胃会变好，蒲公英还可以入胃经，其中含有的蒲公英素能促进肠胃蠕动，改善便秘，还能够抑制幽门螺杆菌，有很好的养胃护胃的作用。3. 乳腺变好，乳腺问题一直困扰着女性，而蒲公英有很好的通乳散结的作用，经常泡水喝能够预防乳腺疾病。蒲公英虽然有很多好处，但有2不喝也要注意。脾胃虚寒的人不要喝，因为蒲公英属于寒性食物，所以脾胃虚寒的人要少喝，要不然容易加重病情。慢性肠炎的人不要喝，有慢性肠炎的人会出现腹泻的情况，而蒲公英性质微寒，这样容易加重腹泻，所以也不要喝。日常生活中不好的生活习惯或者过于劳累，都会导致肩颈酸痛，感觉呢抬胳膊都费劲。那该怎么办呢？大家可以长按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手三里穴。手三里穴属手阳明大肠经，位置很好找，在手臂背面桡侧，在阳溪穴和曲池穴连线上，肘横纹下2寸3横指宽的地方。按压呢会有酸麻胀痛的感觉。按摩时用拇指指腹按揉就行，每次按摩5分钟，左右穴位都要按到。按摩这里具有疏通经络、消肿止痛的功效，对缓解肩颈疼痛有很好的作用。这个方法简单方便，大家可以用来平时保健用。除此之外呢，推荐大家吃点山楂，有活血化瘀的作用，有利于肩颈的健康。温馨提示：肩颈不好一定要多注意活动，还要注意保暖，不要让肩颈。现在有很多人都有这样一种情况，就是呢经常肩背疼痛，有时手臂都抬不起来，并且呢肩膀的灵活度也变小了。那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改善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动作。首先，我们保持站立的姿势，2脚分开和肩膀同宽，然后抬起双手，前后的甩动，力气要前虚后实，每次甩5分钟即可。每天呢甩2次，甩的幅度可以大一些，让肩膀有震动的感觉。这样甩手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起到疏通经络、畅通气血的作用。每天坚持练习，能有效的改善肩颈疼痛，预防肩周炎。那这个方法简单方便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哟。除了这个甩手动作呢，大家没事的时候也可以按一按肩颈穴。肩颈穴有舒筋活络、消肿的作用，也可以用来调理和缓解肩颈疼痛。还有，也可以用玫瑰花和山楂泡水喝，能够活血化瘀，改善血液循环，也有助肩颈健康。肩膀酸痛、脖子僵硬、颈椎疼已经成为困扰很多人的问题了。那俗话说，通则不痛，痛则不通。今天教大家一个动作，可以帮助疏通经络。首先，我们坐在椅子上，要坐在椅子的1/3处，然后2只手放在身后，支撑着身体，上半身微微的向上拱起，头部后仰，2个肩膀用力的往后夹，要让后背感觉到酸痛感。这样坚持10秒，然后
后放松，再做，每次做3到5分钟。这个动作可以刺激督脉，疏通经络，生发阳气，对改善肩颈疼痛都有很好的效果。那做完之后会感觉身体很舒服。除此之外，平时多喝点苦荞茶也是不错的选择，大家可以试一试。人不好的习惯很容易呢导致肩颈出现问题，比如头晕手麻、肩背疼痛、颈椎疼痛等。其实这可能和血液循环不通畅有关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动作，可以帮助缓解肩颈不适。首先，保持站立的姿势，双脚分开与肩膀同宽，将双手向身体两侧伸展，让手臂和肩膀在一条直线上，然后慢慢的将手臂向上抬起，抬到与水平面呈45度位移，然后呢再恢复到和肩膀在一条直线上，这样反复练习5分钟，早晚都做一次。做的时候会感觉背部和肩膀发热，那这个动作可以帮助疏通经络，促进血液循环，让颈椎和肩膀都感觉到很轻松。颈椎不好的人呢，要注意平时不要低头玩手机，还有不要久坐不动。没事的时候可以用山楂干或者是苦荞泡水喝，有助疏通血管，让气血更加的畅通。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都有大肚腩的烦恼，肚子太大穿衣服也不好看。那该怎么减掉肚子上的赘肉呢？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动作。先自然的站立，腰背挺直，双手抬起放在胸前，然后向上跳起，双脚落地时双腿分开，同时膝盖弯曲，双手也跟着一起向下伸直，然后呢再跳起，双腿并拢，这样反复的练习5到10分钟。这个动作可以消耗热量，促进脂肪燃烧，坚持锻炼不仅可以瘦肚子，还能够瘦腿瘦全身，比出去跑步省事多了。大家可以看一看。我们都知道，想要保持好身材，要饮食和运动相结合。大家可以经常的喝点冬瓜荷叶茶来配合这个小动作。冬瓜荷叶茶呢有排水利尿、溶解脂肪的功效，经常泡水喝可以帮助改善便秘，防止脂肪堆积，有非常好的减肥瘦身的作用。现在生活压力大，很多人饮食不节制，时间长了身体肥胖，肠道堆积很多毒素和垃圾，出现便秘的情况。那今天呢教大家一个动作，可以帮助减肥清宿便。首先坐在垫子上，双腿向前伸直，然后将左腿弯曲，左脚放在右大腿的外侧的地面上，同时腰部向左侧扭动，左手放在垫子上，右手臂环抱左腿，这样尽可能的拉伸脊柱，坚持10秒，再换相反的方向，也是做同样的动作，这样反复做5到10分钟。这个动作能够促进肠胃蠕动，锻炼腰腹部，排出宿便，不仅可以缓解便秘，还能够帮助排毒瘦身，有非常好的减肥效果。大家可以坚持的做一做哦。大家还可以配合的喝点冬瓜荷叶茶，有润肠通便、利尿消肿的功效，经常泡水喝，能够帮助清肠排毒，缓解便秘，对减肥也有一定的帮助。胃虚弱在生活中很常见，脾虚很容易导致体内出现湿气，而湿气是百病之源，所以想要去除湿气，首先要健脾。大家可以试试食疗的方法，常吃2种食物。茯苓相信很多人都知道，也都吃过。茯苓是一种常见的中药材，也是祛湿的好帮手。茯苓有健脾和胃、利水渗湿、宁心安神的作用。经常的吃一些茯苓，可以帮助排出体内湿气，并且茯苓还能够补气养血，也能够让气色越来越好。山药大家应该很熟悉，是很好吃的一种食物。山药性甘，药性平和，可以入脾经、肾经，并且山药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维生素、氨基酸以及微量元素，有很好的健脾养胃的功效。经常吃能够增强脾脏功能，缓解脾虚的情况，对去除湿气也有很大帮助。除了这2种食物外，还可以用玉米须或陈皮泡水喝，对健脾祛湿也有一定帮助。不知不觉我们在家待了半个多月了。虽然木子现在是在家里办公，但是也有很多人已经提前返岗工作了。那么对于返岗工作的人要注意一定要戴好口罩，勤洗手。除了这些，钟南山院士提醒即将返岗的人员3个地方要提高警惕。第一个是办公室，在办公室工作的人要戴好口罩，避免飞沫传播感染，还要对办公室进行消毒，多开窗通风。第二个电梯，
电梯呢是人员来往呢比较频繁的地方，所以电梯可以说是很危险的。那么就要对电梯好好的消毒。电梯按键的时候呢，大家可以隔一张纸巾。那出电梯以后要第一时间洗手。第3个，餐厅。那大家工作的时候肯定是要吃饭的。那么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呢，最好自己一个人吃。吃饭的时候呀，不要说话，这样呢可以减少飞沫传播哦。好啦，就说到这里吧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，拜拜。